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刚刚花了20多几领买了一张电影票，然后走进了那种昏暗的放映厅。满心期待着能放松一下。对，你满心期待能从今天可能非常糟糕的工作和生活里彻底逃离个2个小时。你以为银幕上会出现一个那种飞天遁地的超级英雄，或者是至少来一个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逆袭成功的倒霉蛋儿吧？没错。但结果呢，随着这个大荧幕慢慢亮起来，你看到的却是一个正赶去重要面试的普通人。然后最惨的是，他的车在半路上爆胎了。哇，这真的太让人抓狂了，是吧？而且没有神秘富豪路过伸出援手，他也没有因为错过面试，结果阴差一错都躲过什么一场大灾难，就是什么奇迹都没发生。对，完全没有。他就是无可奈何地坐在那个马路牙子上啃着一个看起来有点干瘪的三明治。这时候换作是你，你会愤怒地觉得，哇，这电影无聊透顶，我要退票。肯定有人会想离场的。对，还是说你会突然觉得脊背发凉，意识到自己其实正在盯着一面虎无伪装的镜子。今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深度解析，我们要聊的资料呢，就是关于这样一部电影。其实你刚才描述的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又无比精准的看电影的感受。因为你知道吧，我们通常习惯了把电影院当成一种心理避难所。对，就是花钱买爽感嘛。没错，就是期待那种被高度提纯的、充满秩序感的爽感。但如果你刚才描述的那个吃三明治的男人，他不仅没有逆袭，甚至在整部电影里都显得有点笨拙或者迟钝，那这就完全打破了观众的预期了呀。对，这就完全打破了商业电影跟观众之间那种可以说是心照不宣的心理契约吧。这正是我们今天这份资料要深入探讨的核心。你发给我们的这篇资料啊，是一篇关于2026年马来西亚新片《匹匹马戏团》的深度长篇影评。导演是谭伟富。对，谭伟富导演的作品。这部电影在早期试映的时候呢，就引起了极大的讨论，而且口碑可以说是两极分化。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一个其实挺反直觉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能打动那么多人？对啊，为什么一部主角不聪明、不成功，甚至充满了让人窒息的那种平庸感的电影，却能把那么多观众看哭？它到底触碰到了现代人的哪根神经啊？我觉得是因为它刺穿了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极力维持的某种幻觉。幻觉怎么说？资料里有媒体评价这部电影是既私密又具娱乐性，就是说它没有给你加那种美颜滤镜，而是直接把现实的粗糙感对到了你脸上。好的，那我们就直接从这部电影片名的核心设定开始拆解吧。提到马戏团，老实说，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的就是空中飞人呢，还有驯兽师什么的。对，还有那种完美无瑕的惊险配合。但是在《匹匹马戏团》这部电影里，这个词的隐喻好像被完全颠覆了。影评里有一句总结极其辛辣，说这部电影的马戏团本质就是把混乱包装成表演。没错，在传统的语境下，我们觉得马戏团是制造奇观的那种工业机器，对吧？对，就是那种很华丽的秀。但在谭伟富的镜头下呢，主角试图建立的这个所谓的马戏团，其实更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草台班子。草台班子这个词儿很精准，它根本不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什么绝技，它其实就是普通人在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时，拼命想要维持的一点点体面。他把那种手忙脚乱的无序感强行赋予了某种仪式感。哇，听到这里，这让我想起以前我去朋友家做客的一个经历，就是比如你得知马上有非常重要的客人要来拜访了，但你的卧室乱得简直像个刚刚被洗劫过的战场。哈哈，太有画面感了。然后呢？然后情急之下，你就把床上所有的那些什么脏衣服啊、外卖盒啊、没看完的书，一股脑的强行塞进大衣柜里，然后用尽全身力气，砰的一声关上那个柜门。对，只要关上门，外面看起来就是干净的。没错。然后当客人走进房间，夸赞你的房间好干净的时候，你还面不改色地说：“我这叫极简主义室内设计。”哈哈，这个比喻极其精妙。其实我们在社会里扮演的那些光鲜亮丽的角色，
很多时候就是那个随时可能爆开的大衣柜。但是我想退一步问啊，这种把无序强行隐藏起来，呈现出一个勉强能看的表象的做法，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掩饰吗？表面上看确实是。就是说，主角搞这么一个荒诞的马戏团，是不是普通人为了掩盖自己现实生活的失败，而强行给自己找的一块遮羞布啊？这里非常迷人的一点是，你表面上看它是在掩饰，但如果你深入到电影的机理中去，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勇敢的坦诚。勇敢的坦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电影想表达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人生本来就是不整齐的，它就是充满无序和瑕疵的。主角把这些瑕疵包装成表演，他并不是为了骗别人自己很成功。那他是为了什么？他是在试图给这种无意义的挣扎赋予某种意义。这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当你在泥沼里挣扎的时候，如果你仅仅觉得自己是在受苦，那人很快就会崩溃的。对，很快要崩溃了。但如果你告诉自己，我正在进行一场泥地摔跤的表演，你就能咬着牙儿撑下去。哇，给无意义的挣扎赋予意义，这个说法真的有点震撼到我了。而且我看资料里提到，不仅是主角一个人在做这种心理建设，这种挣扎还深深地嵌在他们的家庭羁绊里。是的，尤其是母亲这个角色。对，影评中特别提到了母亲的扩话，甚至宣传语上都写着孩子越疯狂，母亲越伟大。因为在这样一个随时可能会穿帮的家庭马戏团里头，母亲往往是那个默默在底下铺设安全网的人。她不一定是在台上最风光的那个。对，她不一定是那个在台上大声叫好的人，但她绝对是那个在幕后默默清理杂物、收拾残局的人。确实，这种设定真的极度契合马来西亚，或者说整个南洋华人家庭的底色，就是家庭成员之间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拉扯，互相不理解，但又在关键时刻给你兜底。是的，那种无奈与包容交织的感觉，构成了这部电影最坚实的土壤。这不是一个人在胡闹，而是一群人在共同维护一个叫做家的破旧帐篷。好的，那既然人生这场戏本质上是混乱被包装成表演，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来看看导演怎么在荧幕上呈现这种表演的。这也是很多人讨论的一个焦点。这其实是我在看资料时最疑惑的一点。影评反复提到，导演大量使用了素人演员，甚至他在追求一种非表演感，人物常常慢半拍，显得不聪明也不稳定。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流现实主义。那我们坦白点说吧，让我来做个恶人啊。这种所谓的真诚或者非表演感，是不是影评人为了掩饰一部电影比如说基本功很差或者非常无聊而特意发明的高级词汇？你这个质疑非常尖锐。对啊，你想想看，我每天工作面对各种 KPI 已经够累了，我为什么要花钱去大荧幕上看一群反应迟钝的人过日子啊？这种缺乏戏剧冲突和爽感的设计，难道不会让观众觉得无聊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质疑，也是很多习惯了看商业爽片的观众第一时间会产生的抗拒心理。但我们要理解，这里的非表演感不是因为导演找不到好演员，那是因为什么？而是一种精确的美学算计。我们习惯了好莱坞的那种节奏，或者习惯了短视频那种每3秒钟就要给你一个刺激点的节奏。对，现在的视频连呼吸的空隙都要剪掉。没错，所以我们潜意识里认为，所有的对话都必须严丝合缝，所有的情绪都必须在2秒钟之内立刻给出反应，不让观众就直接划走了吗？但你仔细想想，真实的生活是这样的吗？真实的生活里，一个人被生活重击之后，他往往是懵的，是木讷的，大脑一片空白的那种。对，他是需要反应很久的。这种慢半拍，恰恰还原了普通人在面对生活重压时的那种迟钝感。这就是导演最高明、最真诚的地方。他保留了这种迟钝，是为了还原现实的那种沉甸甸的重力。我懂了。也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干瘪的三明治的例子。没错，如果是好莱坞套路，吃完三明治他一定会突然顿悟，然后配乐响起，他跑着去公司扭转乾坤。
但在皮皮马戏团里，太阳下山这一天就这么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憋屈地过去了。是的，资料里称之为轻荒诞。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也没有那种彻底毁灭一切的大悲剧。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然后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这其实是一种彻底的反高潮结构设计。但是，如果一直没有高潮，情绪怎么释放呢？观众坐在电影院里，是不是就一直觉得心里堵得慌，没有传统的哭点呢？这正是导演最敢于挑战观众的地方。他刻意剥夺了你想要的那种瞬间的情绪宣泄，连宣泄都不给吗？对，没有那种痛哭流涕的配乐，没有撕心裂肺的争吵，因为他不需要依靠强烈的戏剧冲突来推动故事，他完全靠人物存在本身来建立共鸣。靠人物存在本身？是的，当你看着那些缓慢的、带着点淡淡苦涩的普通日常，你会慢慢卸下自己的防备，你不再去评判他们是不是成功了，你只是在陪伴他们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我好像开始理解这种慢节奏的用意了。这其实是在解除观众身上那种我必须要成功，我必须要高效的紧箍咒。非常对，尤其是电影里刻画的那些小镇人物，他们极度还原了马来西亚小镇家庭的真实质感。大家似乎都不着急，就是按部就班地接受生活给予的好与坏。对，那既然这种慢半拍、反高潮的小镇生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必然需要一种特定的视觉语言来承载。这也是资料里提到的另外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点。你是说色彩，对吧？对，很多观众反馈说，看完电影后印象最深的居然是一路上总能看见一大片的蓝和绿。你平时会注意到你生活城市的底色吗？很多人平时其实是会忽略的。是啊，很多时候色彩只是背景板，但在皮皮马戏团里，色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沉默的演员。但这点我有点疑问，因为在常规的色彩心理学里，绿色通常代表生机，蓝色代表宁静和开阔。一般是这样的。但这似乎和我们刚才聊的那种在现实泥沼里笨拙挣扎的主题不太匹配啊。为什么这些颜色在电影里反而会让人感到沉重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的话，我们要把这些色彩放回它所处的那个特定地理环境还有心理环境中去理解，也就是南洋的那个环境。对，在热带的南洋，在马来西亚的那种潮湿的小镇里，大面积的蓝和绿往往并不意味着清爽的微风或者开阔的大草原，相反，它们具有一种沉甸甸的物理重量。物理重量？你说那种视觉上的压迫感吗？完全正确。你想象一下，那些老旧房屋墙壁上蔓延的厚重星苔，或者是接连下了几天暴雨之后，路边坑洼里积蓄的那种深色的雨水啊，还有那种连阳光都透不进去的浓密的树荫。没错，在那种特定的光影下面，蓝色和绿色是偏冷偏暗的，它们在视觉上高度模拟了那种水汽的滞留感。哇，我完全能够体会那种感觉了，就像是你洗了一件衣服，但在东南亚那种永远不会彻底干透的空气里晾了3天。这个比喻太到位了。衣服摸上去总是带着一点潮湿的水汽，然后风吹过来打在身上，有一点黏腻，甚至有一点往骨头里钻的那种冷。对，就是那种化不开的郁结。这种潮湿和孤独的质感，完美的外化了主角们那种停滞不前、试图挣扎却又总是陷在原地的心情。所以南洋的蓝与绿在这里其实变成了角色的情绪底色。是的，它让电影从一个单纯的故事升华了一种沉浸式的观察人生的体验。你在生理上都能感受到那种至中感。所以色彩其实吸收了那些没有被台词说出来的苦闷。聊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把皮皮马戏团的核心隐喻、它的叙事还有美学逻辑都拼凑完整了。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资料中提到的争议，也就是它在2026年马来西亚市场遭遇的2极分化的口碑。对，就像我刚才扮演的那个恶人观众一样，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就是为了找乐子的呀。在贺岁片和喜剧扎堆的语境下，突然端上这么一部节奏偏慢、情绪表达克制的电影，对于习惯了快剪辑、想看爽片的人来说，这确实像是在给他们泼冷水。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部电影显然有它的观影门槛，它要求观众放下对强刺激的渴望，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既然我们在现实中已经这么累了，每天都有那么多烂摊子要收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看这样一部缓慢且不完美的电影？对呀，图什么呢？资料给出的答案是，做了一部半独立电影，它提供了一种马来西亚式的人生表达。它不是那种宏大的大叙事，那是什么样的表达？它是关于普通人如何在不完美中继续生活的探讨。当商业大片在不断贩卖只要足够拼命就能逆袭的幻觉时，这部电影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它不涉及观众的情绪。没错，它探讨了梦想与现实、家庭与自我，它全方位地展现了失败，但它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评判。它就像一个老朋友坐在你旁边说：“嘿，我知道你搞砸了，但没关系，生活就是这样。”哇，这种被接纳的感觉确实比虚假的鸡汤要实在得多。好的，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解析的核心。皮皮马戏团最大的力量其实不在于教导你如何去实现梦想，是的，而在于探讨在现实不允许的情况下，人如何选择不放弃。它的核心台词，或者说它传递的精神，不是好莱坞式的那种你可以成功，而是更充满韧性的你可以继续。对，你可以继续。结合这份资料给我们的启示，我想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思考。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自己的马戏团里表演。是的，大家都在努力维持着表面的秩序。当你今晚回顾自己这一天时，不妨问问自己，你生活中的哪些混乱是你正在努力包装成表演的呢？也许你今天在会议上强撑着专业，其实内心很慌。也许你对家人笑着说一切都好，但其实压力大的失眠。在这个破破烂烂的马戏团里，哪怕没有掌声，你是否依然决定明天早晨醒来继续搭起座属于你自己的帐篷呢？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也值得带走的挑衅性思考。感谢你的陪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深度的探讨。你有什么想法或喜欢的片段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我们一起交流。也别忘了点赞、分享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得更多关于娱乐圈新闻、影视、动漫与书籍内容的更新。